阳台种蒜苗非常的简单，只需一个废旧的鸡蛋托盘，也不需要肥料，蒜苗长得又快又肥又壮实，收获好几茬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蒜苗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吃的蔬菜，也是一种比较重要的佐料。喜欢吃蒜苗的朋友们，其实完全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种蒜苔，或者是小菜园里面。我们种一点蒜苔，自己吃着比较方便。其实种蒜苔方法简单的，不过有的朋友们种出来的蒜长出来比较细不旺盛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想要蒜苔长得大、肥胖、壮实，就需要这样做的。种大蒜的时候，土壤一定要含有腐蚀质丰富的沙土，因为大蒜根系比较短，吸收水分肥料的能力不强，所以沙质土更利于大蒜的生长，它能够长得又壮实又快速。土壤里面没有大的树枝石块，不要板结就可以的。那么鸡蛋托起到了作用，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吧？鸡蛋托可以养花，也可以我们种大蒜，可以养一些多肉。鸡蛋托作为一种蔬菜的培育盆，很多人喜欢把这种的效率很好的一种用途，用这个方式会省下不少的开支。一般来说，蔬菜我们需要用到育苗盆，而且育苗盆的价格也不便宜。但是育苗盆呢是塑料制成的，所以废弃之后利用价值不高。但是我们有了鸡蛋托，可以避免这个样的事情发生，可以把鸡蛋托作为育苗盆，节省了育苗盆的效果高。可以选择个头比较大的蒜，然后把大蒜一颗一颗的掰开，但是不可以直接种，需要把大蒜放到太阳下面晒一晒，大约晒2天。我们把土壤一点一点的放到我们的鸡蛋托里面，鸡蛋托不要放太满，大约是蛋壳的1/3即可，放太满的话也是不可以的。土壤全部放好之后，再把大蒜一颗一颗的放到我们的土壤里面，紧接着再倒入一些水，就可以把它放在阳台上面啦。但是每天要不停的浇水，定期浇水，这样大蒜能够慢慢的生根发芽，大概过了半个月左右，就能够长出绿油油的蒜苗，不仅可以为家里面增加一丝绿意，而且可以用来炒菜，一举两得。蒜苗生根发芽更快，但是不要种得太密，这样通风性不好，如果长不茂盛，就像这样一个蛋壳里面放入1颗大蒜即可。大蒜苗长到10厘米的时候，可以追肥，让大蒜苗更加的壮实。不过家里面呢不需要化肥，我们可以自己淘一点淘米水或者是花生渣、豆渣，加入一点水稀释一下，这样浇我们的大蒜效果会比较好的。一定要保证阳光的充足，蒜苗不管种在阳台还是外面都需要晒太阳，会把蒜苗长得更加的强壮更胖。蒜苗长到8片叶子大约20多厘米的时候就可以采割吃，我们可以再一次追肥，能够长得更快更壮实，又能够收获一茬。经过冬季的生长，还能够结出蒜苗头，收获了蒜苗头又收获了蒜苗好几茬。家里面种大蒜的就知道啦，别看小小的鸡蛋托，一个冬天就会有蒜苗吃。那么鸡蛋托除了可以种蒜苗，还能够种植物。很多人爱养多肉的，因为多肉它的特殊性，只要掰一片叶子就能够继续的繁殖。那么可以利用鸡蛋托种植多肉，只需要把小小的多肉放在鸡蛋盘子里面，每个坑里面放入一点土，就比较好用的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人们对环保意识越来越重视，家里吃完的鸡蛋壳往往会被废弃丢掉，随手扔进垃圾筐。然而经过一番的探索实验，我发现了鸡蛋托
竟然有着很多意想不到的妙用，都是生活中可以用到的。不仅能够节约资源，可以为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和乐趣。下面把我亲身经历的尝试方法分享给大家，我们全家人都夸鸡蛋托妙用太棒啦！用过笔记本的朋友们都知道，笔记本的散热孔在底部，如果我们直接放到桌子上面，底部桌面紧密贴合，不利于电脑的散热的。那么散热效果差，会导致电脑发热，影响性能，会缩短使用寿命，甚至损坏电脑。这个时候可以把托盘放在笔记本上面，托盘上面的一个一个的小圆形空隙，有助于笔记本电脑快速的散热。平时在烹饪任何菜肴的时候，锅子是比较热的，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把用完的高压锅从灶台上面拿下来，盖子打开，有利于高压锅的温度过高，不管放在地面还是放在灶台上面，温度比较高，会有危险。这个时候可以把鸡蛋托放到灶台上面，再把高压锅放到上面，这样托盘能够起到特别好的隔热作用的。家里很多人都会有工具箱，里面放了很多的螺丝、小工具，都是有必要的。家庭中会有一些小的零件，如果是家里的灯坏了，我们可以自己修。上门请师傅修的话，一次也得200块钱，是比较浪费的。我们可以自己修复，省下的钱还可以买吃的买喝的。那么这些螺丝呢，放到一起特别的不方便，找的时候不好找，取的时候不好取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螺丝直接倒到我们的鸡蛋托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一目了然吧。想要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，用什么就拿什么，用完之后直接放回去就可以啦，非常的方便。生活中很多的废旧物品看似不起眼丢掉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用心的发现美好的生活，它们可能被给予全新的价值。鸡蛋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不仅可以为环保节约资源，还可以在家庭生活中发挥着种种的妙用，让生活更加的便利有趣。通过这些分享，能够激发更多生活中的宝藏的，从而能够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未来。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，发挥更多的想象力，挖掘更多的废品妙用，可以为家庭社会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改变的。看完今天的视频分享，家里面鸡蛋托不要再扔掉啦，把它可以利用起来哟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试一试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